最近呢，因为疫情的缘故，所以暂时先不出京的。这十几天拍了拍北京的秋色，但因为现在已经立冬，天气渐渐冷了，想着来一次北京的博物馆之旅。北京有大大小小的博物馆上百座，虽然现在有疫情，但还有很多在开放中。今天来到这个中国紫檀博物馆来看一看。这个博物馆是全国知名的女富豪陈丽华女士投资2亿元兴建的。她创立了香港富华国际集团。这个紫檀博物馆99年就建起来了，外形是一个仿明清的建筑。现在进入1层大厅。这个博物馆是个4A 景区，预约后免费参观。紫檀博物馆目前陈列了近1000件紫檀精品，大部分都是以故宫原品为蓝本制作而成的。1层大厅的正中央就是模仿乾清宫的屏风宝座。这个作品是红木贴金而成。展厅一共有4层，这个是第1层。前面这个是故宫御花园的千秋亭，1:5的比例，紫檀木做的。陈丽华女士创业经历可谓是很有传奇色彩。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在香港掘到了第一桶金，然后回到国内发展。看这个木雕作品《西游记》，惟妙惟肖。这是清代典型的正厅里的家具。屏风宝座。看这些明清家具，不但木材昂贵，而且工艺精湛。几乎每一个大型的家具都是价值连城的。不过这上千件艺术精品，好像陈女士从来没有出售过。这个是故宫的角楼。博物馆在建造的早期，据说都请了原来在故宫博物院工作的专家。因为制作的这些精品家具实在是太出色了，这陈丽华女士还被特批进入故宫，住在故宫里，去临摹学习那些故宫里的家具。像这个家具都是故宫太和殿里1:1比例精心制作完成的。这也是故宫御花园里的万春亭。故宫御花园里的2个亭子，千秋亭、万春亭，都被复制。这个博物馆里除了紫檀家具，也有一些黄花梨家具和乌木家具、金丝楠木家具。大部分都是根据故宫或者其他地方的原品精心仿制出来的。
当然也包括十几件明清时代的家具珍品、原品。前面这个是山西万荣县的飞云楼，非常漂亮的一座楼。现在来到了2楼，这里的家具也是富丽堂皇。这个展示的是喜房，就是结婚的新房，也是按照故宫里原样家具来制作的。这些家具很多在故宫里都不能够参观到。2楼还有个仿照故宫养心殿里面的陈设和家具，都是寝宫里的布局。这个过道展示的是清朝大衣柜原品，高3米多。据说这个大衣柜，陈女士曾经把它埋在猪圈下面保藏。这里的每一件展品都非常精美，而且都细分成不同的陈列，有正厅、书房陈列、卧室陈列、婚房陈列、佛堂陈列等等。陈丽华曾经是被评为过中国的女首富，资产有500多亿，对紫檀艺术几乎是出于爱好。这是3楼，有2个巨大的4合院。这个紫檀博物馆实际在世界的知名度都非常高，接待过很多各国政要，包括很多国家的总理，像德国总理、澳大利亚总理、泰国公主、乌兹别克副总理等等。这是萨马兰奇，他们都对这个博物馆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和赞赏。当然还有很多明星名人。这是3楼仿山西五台山龙泉寺的牌坊。这是成龙赠送的礼品。3楼还有个巨大的永定门的木制品。据说这个博物馆把北京4、9城的10几个城门楼都复制过。这是木制品，非常难得。3楼还展示了一幅木雕《清明上河图》，总长是30多米。现在来到了5楼，这是陈丽华女士还有她的先生唐僧迟重瑞。星云大师当时还提笔书写了一幅墨宝。紫檀博物馆另一个出名的是陈女士和唐僧迟重瑞先生的婚姻。这是他第2位先生，饰演唐僧的迟重瑞。
两人年龄相差10几岁，一起恩爱了30多年，也算是一段传奇了。这是5楼展示的一个鸿篇巨制，紫檀制作的天坛祈年殿。以前陈丽华女士作为中国女首富，其实是比较低调的，包括她和唐僧迟重瑞的婚姻也比较低调。但这几年在媒体上经常看到她和唐僧先生共同出面，而且上过很多的电视节目，包括书画节目。这幅画就是陈丽华女士自己画的。现在参观完了，这是紫檀博物馆的外观。如果你对博物馆感兴趣，有机会可以来这里看一看，免费的。今天在北京，原本只是路过中华世纪坛，却碰巧看了一场非常精彩的展览《遇见古埃及黄金木乃伊》，其中有6具金木乃伊和100多件稀世藏品。今天天气不错，想着去玉渊潭逛一逛，路过了中华世纪坛。真是真火，圣火！中华世纪坛就在玉渊潭公园的南门，圣火火种取自周口店猿人遗址。记得这个中华世纪坛是为了迎接21世纪新千年而兴建的，隐隐约约还记得当时好像参加了这里的一次活动。这是广场上的中华故土地图，地图里每个省份都选择了各省份的土壤。这个世纪坛是免费开放的，现在整个广场上有个露天的摄影展览，大部分图片都是祖国的壮美山河，很庆幸自己几乎都去过了。圣火广场向北，一条270米长的青铜甬道，从南向北镌刻了距今300万年前人类出现到公元2000年的时间纪年。上面用文字记载了7000多条重大历史事件，几乎每一年的事件都有，一直到公元2000年。走在上面，犹如穿越了岁月时空。感觉今天又包场了。从高处可以看到旁边的中央电视塔，南面的北京西站，前面的台阶上耸立着一根高达27.6米的时空探针。目前的中华世纪坛实际主要是作为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来使用的，里面一共有2层，进去来看一看。这个是走廊上处理的一些历史人物雕像，道是老子，人应该是孔子，兵应该是孙子，骚应该是屈原，史记应该是司马迁，仪地球仪吧，张衡，纸是造纸的，造纸应该是蔡伦。这个是书应该是王羲之，书法都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人物，5000年悠久文化和历史。这是梦是曹雪芹，应该陆应该是詹天佑。这个翼是
齐白石，看着是齐白石，这应该是蔡元培的像，这应该是鲁迅的雕像，这都可以看出来了。细应该是梅兰芳，这个美应该是徐悲鸿的样子，这像梁思成，这个很敬佩的梁思成，应该是冼星海吧。音乐，这个数学的华罗庚，这和应该是原子弹了吧？邓稼先。就是这些人。还有，没想到在这里还遇到一个非常珍贵的展览——黄金木乃伊。原来这里有个黄金木乃伊的展览，而且是木乃伊珍品。我去过2次埃及，对于埃及的印象很深刻，尤其是它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，包括当时去它的博物馆看的木乃伊展览。没想到现在不用出国门，也可以来这里看一看。这个大规模的木乃伊展览都是2000多年前的，除了木乃伊，还有100多件古埃及的稀世珍品。这是个埃及女神，做工都极为精美，像是各种雕像、石碑、玩具。石碑，这是公元2世纪的木乃伊。古埃及人对死亡的理解和我们不同，他们认为死亡是暂时的中断，死者经过特殊仪式准备可以获得永生。于是当生命结束，人便被制成木乃伊，以获得与神同列的资格。在古埃及的神话中，黄金被视为象征神奇的躯体，古埃及人为逝者镀上金色肉身，以表达对永生的迷恋。这是公元1世纪女孩木乃伊，镀金的石膏亚麻布。这是展览的其他一些艺术珍品，这些基本都是木乃伊上的面具。这个是个女性木乃伊，面具。面具也是，这些面具并不一定是逝者本人的肖像，都是比较完美的人像雕像。整个木乃伊的构成是分几个层次，先是木质的棺，就跟棺材似的，里面是包装精美的木乃伊，里面是亚麻布包裹的尸体，肉质。整个木乃伊包装非常精美，首先有头像，这是画像，画像的嘴镀金的。木乃伊看上去像是个艺术品。包裹的布，这是脚底和这是外围。打开外围，里面才是包裹的尸体，是里面的肉体。
这是一具完整的木乃伊。古埃及人就是希望通过这个木乃伊让自己得到永生。非常精美的镀金面具，在埃及的博物馆里有很多纯金的面具。这好像是玻璃开的木乃伊的画像。这是木乃伊的面具，镀金的。是木乃伊上面的肖像，这些肖像都已经历经了2000多年，是由热蜡和颜料混合在一起，在薄木板上绘制而成的。这也算是现存最早的肖像画了。这就是木乃伊上面的肖像画，非常逼真的效果。画像，镀金的，小也是。这里展出的6具黄金木乃伊都非常精美。来看一看这个木乃伊棺的构成。这是给拆开的，类似于我们的棺材，上面可以打开。棺木里面的木乃伊有面具，各种丝布缠绕的。在埃及的博物馆里可以看到很多干尸，不少还是3000多年的不朽干尸。在所有人的眼中，古埃及这个古老国度一直是神秘的。这次100多件古埃及珍贵的文物可以说揭开了一定的面纱，让我们有机会亲自感受古埃及多元而神秘的文化。这个展览目前是在中华世纪坛的展厅，门票是138。现在从展馆出来了，感觉还是一次意外的收获。从这出来，北边就是玉渊潭的南门，准备进去逛一逛。这里是北京的太庙，一座世界上最大、最完整的祭祖建筑群。这里的正殿竟然比故宫的金銮宝殿还要高大，殿内有68根金丝楠木的大珠子。这里游客很少，今天带大家走一走。今天带大家参观一下北京的太庙。说到太庙，可能很多人不清楚，其实就在天安门东侧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内。当时建紫禁城的时候，同时还建了太庙和社稷坛，这2个地方就是位于现在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内和中山公园内。和故宫的人山人海相比，这里几乎没有游客，门票只有2块钱。不过还是建议大家买10块钱的通票，可以去参观正殿。目前参观太庙需要提前1天预约。这是从南门进来的情况，有很多古树。太庙也是建于明代的永乐18年，也就是1420年，至今整整600年了。这个皇家太庙是明清2代皇帝祭祖的地方。解放后，这里改成了劳动人民文化宫。
现在的公园里还树立着一些先进人物的光荣榜。今天不是游客少的问题，是几乎只有我一个人。这里有一棵神柏，据说是太庙始建时由明成祖亲自手植的第一棵树，距今有600年了。前面有座琉璃门，进了琉璃门就是整个太庙了。前面看到的是太庙的正门，叫戟门。这个戟门从造型来看，更像是一座殿，雄伟俊秀。戟是古代的兵器。明清的时候，这个门内外放着8座红色戟架，每座戟架上插着15根戟，一共120支。不过1900年的时候，被侵华的八国联军掠走了。这个就是戟门。在戟门前的广场上，还有一些景亭、神厨、神库。我们现在从戟门旁边的侧门进去，从这个门进去就可以看到太庙的主殿，一共有3重大殿。这是进去的第一个大殿，前面有一个很大的广场。这第一个大殿叫享殿，享受的享。大殿的2侧是东西配殿，这个是东配殿，面阔15间，里面供奉的是有功的亲王牌位，其中包括有多尔衮、奕欣等13人。我们在很多电视剧里听到过配享太庙这个词，在更早以前，太庙里只供奉皇上的牌位，后来经过皇上允许，有一些皇后啊、亲王啊、功臣呀，也可以把牌位立在太庙，就是放在这东西配殿里。这是西配殿，里面供奉的是文武功臣，有张廷玉、傅恒等等。现在面对的是享殿，也可以称它为前殿或大殿。享殿是皇帝举行祭祀大典的地方，面阔11间，相当于68米，高度是32.6米，比故宫的太和殿还要高2米。我们上去看一看这个太庙的大殿。大殿上方有个牌匾，2米多高，写着满语和汉字太庙，字的四周刻着9条龙。现在进入大殿，这应该是中国现存最大的一座宫殿了。里面有68根金丝楠木制作的大柱子，整个大殿金砖、金顶、金丝楠木3金特色。大殿里的整个颜色比较古朴庄严。难得一个人来参观这巨大的宫殿。大殿里还展示了一组青铜编钟，叫中华和钟。
这金丝楠木的大柱子，直径足足有1米多，高度有13米之高。整个大殿可以说是非常震撼，光是这些金丝楠木就已经价值连城了。现在中间的金丝楠木柱子都被保护了起来。如果在北京，一定不能错过来参观这个太庙的正殿。离开太庙的前殿，往后走，后面还有中殿和后殿。很奇怪，周末这里竟然没有游客。这个就是前殿和中殿之间的小广场。左边的就是中殿，也叫寝殿。寝殿面阔9间，也就是长62米，宽20米，高22米。平时这里供奉着历代皇帝、皇后的牌位，在清末的时候，这里供奉着努尔哈赤等11代皇帝和皇后的牌位。这是旁边的配殿。继续往后走，后面是后殿。去后殿还要经过一道门。这个后殿是始建于1491年，大小和中殿是一样的。这个后殿也叫挑庙，这个字不常见，很多人应该念不出来，所以直接记住后殿就可以了。这个后殿是供奉皇帝元祖牌位的地方。3大殿逛完，后面有个小门，出来又是一大片古树。太庙里的古树以柏树居多，基本都是距今300到500年之间的历史。这里也有一棵明成祖亲自种植的柏树，直径5.5米，树高13.5米。太庙的后面就是筒子河，对面就是故宫。还能看到午门旁边的建筑。这也是一棵奇怪的古树，树上面长了一棵树。说来也巧，10多年前我还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里办过工，所以对这里的很多地方很熟悉，也很有感情。这是公园里的九龙柏。最近10多年，北京对文物古迹保护得越来越好，很多地方通过维修复建，又恢复了往日的辉煌。即使是像我这样的老北京，也不敢说北京所有的地方我都去过，很多地方真的又变样了。北京真的是个旅游宝藏之地，以后有机会我也带着大家重新游览一下北京城的边边角角。